朋友们，我是陈金城。您有没有想过，当我们老了之后，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是不是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样的画面？要么孤单的守在家里，事事需要子女操心；要么无奈搬进养老院，过着规律却缺乏生气的生活，甚至可能因为行动不便，不得不请一个陌生看护来打理日常。这些传统养老方式不仅花费高昂，更容易让人感到失去了尊严和自由。但如果我们今天告诉您，在台湾有3位长辈，他们开创了一种全新的养老模式，不请看护，不住安养院，花钱少更不麻烦子女，反而把晚年过成了让人羡慕的黄金年华，您会不会觉得不可思议？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这种正在悄悄兴起、真正尊重生命节奏的养老新选择。我会详细分享这套模式的核心理念和具体做法，并且告诉您如何一步步为自己或父母规划。在开始之前，如果您真的关心家人与自己的未来，请先点击订阅岁月安心站，并开启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任何一期关于如何优雅老去的实用分享。在这里，我们只聊那些真正能提升生命质量的踏实方法。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请在评论区告诉我，您的支持是我们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如果您有关于养老的具体困惑，也欢迎留言，我会尽力为您分析。下面我们开始正题。首先，我们必须理清一个关键观念：养老不等于被动的被养活。我们习惯性的认为，人老了能力就衰退了，必须依赖外界供给，无论是子女的经济供养、机构的全面照护，还是政府的福利支持。这种思维模式本身就像为我们晚年的生活提前设下了一道无形的围墙。但台湾这3位长辈的故事恰恰告诉我们，养老完全可以是一场主动的、充满创造性的生活设计。它更像是一次人生的转型，从过去的为社会、为家庭奋斗，转向为自己精心经营一段高质量的闲暇时光。这种新方式的核心，我称之为自主共生式养老。它不是一个冰冷的术语，而是一种温暖的生活哲学。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打理一座属于自己的花园。传统养老像是把花园外包给园艺公司，他们按标准流程修剪浇水，花园整齐却少了灵魂。而自主共生，则是您自己决定种什么花，搭什么架，同时还邀请几位志趣相投的邻居一起帮忙，大家交换种子，分享工具，闲暇时就在花园里喝茶聊天。这座花园的美，既来自于个人的用心，更来自于社区的互助与生机。这样比喻，您是否感觉那种孤立无援的老年焦虑，瞬间被冲淡了不少？要理解这种模式为什么有效，我们必须认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老年健康基石，那就是社会连接与自主价值感。您或许听过，孤独感对老人的健康损害，堪比一天抽15根香烟。医学研究已经明确表明，长期的社会隔离会显著增加患上认知障碍、抑郁症、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相反，那些拥有丰富社交网络，感觉自己对他人仍有用的长者，不仅心情更愉悦，身体机能衰退的速度也明显更慢。他们的免疫系统更强，甚至伤口愈合都比孤独的老人快。一个充满活力、互有连接的晚年生活，就像一个良性循环的生态系统。个人的价值感与能力是土壤里的养分，而社区成员间的互动就像是阳光和雨露。然而，一旦这个系统被打破，老人被隔离在家庭的单元房里，或者被统一安置在虽然安全但缺乏人际温度的机构中，那种我没用了，我在等时间过去的无力感就会像野草一样蔓延。这会直接侵蚀他们的心理防线，进而引发一系列身心问题。那么，自主共生式养老具体是怎么加固这个健康基石的呢？关系非常直接。这种模式的妙处不仅在于它解决了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更在于它从根本上滋养了长者的社会连结与自我价值。换句话说，它把养老从被照顾变成了去创造。当长辈们参与到共同生活的规划与决策中，当他们用自己的经验和技能帮助到同伴时，他们内心那些有益的心理益生菌，比如成就感、归属感、被需要感，就会茁壮成长。而那些有害的心理有害菌，比如孤独、无助、抑郁，则失去了繁殖的土壤。我们的晚年生活质量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与外界连接的那座桥梁是否稳固。如果这座桥因为退休、丧偶、亲友离散而渐渐荒废，我们就会困在自我的孤岛上。自主共生养老，就是主动去修复并拓宽这座桥，邀请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在桥上相遇、交谈、协作。结果就是各种积极的情绪体验、脑力刺激和身体活动自然融入日常生活，形成了一个促进身心健康的良性循环。如此一来，很多我们担心的老年问题，甚至还没发生就被化解了。听起来是不是很令人向往？那么，这种听起来美好的模式，到底有哪些实实在在的落地形式呢？它其实一点也不虚无缥缈，就蕴藏在一些日常生活的重新组合与设计里。让我们通过王先生等3位长辈的实践，一个一个的把它的精髓拆解开来。首先，第一块基石是共居互助社区，这可能是最具革命性的一步。它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养老院。王先生和他的2位老友，一位是退休教师，一位是 former 园艺师，他们做了一件大胆的事，3家人在同一个小区里，各自卖掉或出租了原来较大、较难打理的房子，一起换购或租下了同一栋楼里相邻的3套中小户型公寓。物理空间的贴近，为互助创造了无限可能。为什么说就近而居是智慧的选择呢？想象一下，当您需要有人帮忙换个灯泡，临时照看一下灶火，或者只是突然想找人下盘棋时，如果可靠的伙伴就在隔壁或楼上楼下，一个电话甚至喊一声就能解决，那种安全感和便利性是无可比拟的。这避免了因一点小事就不得不远程呼叫子女的愧疚，也避免了请陌生护工进入私人空间的尴尬。同时，他们3户人家共同聘请了一位每周上门2次的社区健康助理。这位助理不提供贴身看护，而是负责一些专业工作，比如带大家做适合长者的拉伸操，帮忙测量并记录血压、血糖，指导用药，以及采购一些重物。这份费用由3户分摊，比单独请全职看护节省了超过2/3。此外，这种共居形成了天然的社交圈，他们建立了共享菜谱和轮流主厨制度。今天在王先生家吃北方饺子，明天就去退休老师家品尝南方煲汤。吃饭不再是件凑合的事，而是每日期待的社交盛宴。研究明确发现，规律的社会共餐能显著改善老年人的营养状况和情绪状态。这种安排就像为他们的日常生活搭建了一个稳固而温馨的安全网，既保有私密空间，又随时能获得支持。第2块基石是技能交换与时间银行，这是激活晚年价值感的关键引擎。在这3位长辈的小社区里，流行着一套不看钱、看本事的互助法则。王先生因为以前从事文书工作，心思细腻，擅长整理和规划，他就主动承担起了管理社区公共费用、安排活动日程的任务。那位退休教师文笔好，知识渊博，便开设了客厅小课堂，每周给其他有兴趣的老人和社区的孩子们讲讲历史故事、诗词欣赏，甚至还辅导作业。former 园艺师更是宝藏，他把几户人家阳台和公共露台变成了小花园，教大家种些易活的香料和蔬果。他们的互助不只限于内部，还扩展到了整个社区。比如，他们用教孩子书法，帮忙接送社区双职工家庭孩子的服务，来兑换一些年轻人提供的服务，比如帮忙操作复杂的智能手机，调试家用电器，甚至开车载他们去较远的超市进行一次大采购。他们还将这套模式稍微制度化，建立了一个简单的时间银行账本，提供1小时服务，就积攒一个点数，需要时就可以兑换别人1小时的帮助。这听起来是不是比单纯的金钱交易更有温度？它让每一位长者都感到自己积累一生的经验不是废物，而是宝贵的资源。这种被需要的感觉是任何保健品都无法提供的抗衰老良药。再来看第3块基石，智慧科技的精明运用。这一点可能会让很多抗拒科技的长辈感到意外。科技不是冷冰冰的，用对了，它就是最贴心的隐形守护者。王先生他们并没有追求最新潮复杂的设备，而是精心挑选了几样真正实用、操作简单的科技帮手。例如，他们在每户的客厅和卧室安装了紧急呼叫按钮，
直接连通到其他2户家的主机和那位社区健康助理的手机。这比指望手机拨号要可靠得多。他们还共同使用一款适合长者的健康管理 APP， 用来记录彼此的体检日期、用药时间，并设置了温馨提醒。家里也添置了自动感应的小夜灯、防滑地板，以及可以在坐姿下使用的淋浴凳。最让他们受益的是一台共享的平板电脑，用来进行视频通话、观看线上养生课程，甚至参与线上老年大学的兴趣班。学习新东西的过程本身就是对大脑最好的锻炼。科技在这里的角色不是取代人的连结，而是作为工具的延伸，消除了生活上的部分障碍，让他们能更专注地享受人与人的交往。还有第4块基石是在地养老与资源整合，这意味着不脱离自己熟悉的环境和人际关系网。王先生他们选择的社区周边有熟悉的菜市场、公园、社区医院和图书馆。他们积极与社区居委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保持联系，参与社区组织的老人活动。他们会集体去社区卫生站测血糖、听健康讲座，不仅信息获取更直接，也让医生能更了解他们的整体状况。同时，他们善于利用政府和社会为长者提供的福利资源，例如，了解并申请了政府的居家适老化改造补贴，用来加装扶手和改善照明。使用了社区提供的免费法律咨询服务来完善彼此的互助协议，甚至还轮流参加了社区组织的老年志愿者团队，去陪伴更年长的独居老人。这个过程让他们从被服务者部分转变为服务提供者，精神境界豁然开朗。他们不再是社会的负担，而是社区网络中活跃、有贡献的一个节点。看到这里，您可能会问，这套模式听起来虽好，但前提是要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万一找不到这样的伙伴怎么办？它的启动会不会很复杂、很昂贵？实际上，自主共生养老的核心在于理念，形式可以非常灵活。它既可以是王先生他们这样亲密的老友共居组，也可以是一个楼道里几户邻居形成的互助联盟，甚至可以是线上社群组织的线下定期聚会与互助。关键在于迈出第一步，去主动寻找和建立连接。因此，如果我们总结这种全新养老方式的精髓，那就是用社区互助替代机构托管，用技能交换补充商业服务，用科技工具赋能独立生活，用在地资源支撑长期发展。它不是什么乌托邦，而是一套可拆分、可组合的务实方法论。让我们再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加深理解。想象一下，您的晚年生活就像驾驶一艘船航行在人生的后半段海域。传统的依赖式养老，好比把船的舵完全交给别人子女或机构，您只能待在船舱里，去向和体验都由他人决定。而自主共生式养老，意味着您依然是自己船的船长，但您不再孤独航行。您和附近几条船的船长老友、邻居组成了一个护航舰队，你们通过无线电定期沟通，保持联系。分享前方的天气信息、健康资讯、社会资源，在需要时可以相互托业紧急互助，平时则一起驶向某个风景秀丽的海湾聚餐联谊社交活动。您的船或许不大，设备也不是最先进的，但因为有了舰队，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航程也变得丰富多彩。当一位长者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融入社会网络，其产生的积极效应就会像涟漪一样扩散。他每天有期待，有事做，有关心的人，也被他人关心着。这种状态会直接反映在身心健康上。规律的活动维持了身体机能，活跃的社交刺激了认知能力，价值的实现滋养了心理能量。长期下来，不仅生活质量高，医疗支出的压力也可能随之减小，真正实现了健康老化的目标。听到这里，您也许会有些感慨，原来养老还可以这样规划。那我们是不是应该早点开始准备呢？请别担心，无论您是为自己打算，还是为父母操心，任何时候开始都不算晚。好消息是，构建这样的生活不需要巨额财富，更需要的是观念的转变和行动的开始。重点在于2个字：规划，也就是提前设计我们的生活方式，并主动营造支持性的环境。接下来就让我们深入探讨几种切实可行的步骤，从理念到行动，全方位的帮助您或家人开启这种更自主、更有尊严的养老生活。
这里最根本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转变心态，从被动接受变为主动设计。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破养老是负担的思维定式。具体来说，可以和伴侣、老友甚至开明的子女一起坐下来畅想一下，我们理想的70岁、80岁的生活图景是怎样的？是希望住在哪里？每天做些什么？和谁交往？把担忧，比如生病、孤独和期待，比如旅行、学习都列出来。这个畅想的过程本身就是一种赋能。当然，不光是减少对孤独和衰退的恐惧，我们更要主动去探索和连接潜在的伙伴。可以从现有的社交圈开始，委婉的和一些谈得来、价值观相近的老朋友聊聊对未来的想法，看看是否有共识。也可以参加社区活动、兴趣班，在过程中发现志同道合者，建立养老伙伴关系，有点像寻找人生的联合创始人，需要信任、包容和共同的规划。第二，盘点资源，制定个性化方案，调整心态相当于找到了方向，但如果不知道手中有哪些工具，航行依然困难。我们需要盘点自己的资产，这包括身体健康状况、经济储备、居住房产、技能特长，以及最重要的人际关系网络。然后像王先生他们那样，思考如何将这些资源进行优化组合，比如房子大难打理，是否可以以大换小，或出租，换取更合适的居住环境和一笔补充养老金。自己的烹饪、修理、教学特长，如何用来交换他人的陪伴或服务。本社区有哪些为老服务和免费资源可以整合利用，制定一个初步的、可调整的自主养老计划，会让未来变得清晰可控。第三，小范围试点，循序渐进。需要澄清的是，这种生活模式不需要一步到位，完全可以从小处着手，积累信心。首先可以尝试与一位好友或邻居建立简单的互助约定，比如每周一起采购一次，或每天互发一条平安短信。接着可以尝试组织小型的共餐俱乐部，每周固定聚餐一次，甚至可以几家人一起尝试一次短期的结伴旅居。在实践中磨合彼此的生活习惯和协作方式，通过这些小试验不断调整，找到最让彼此舒服的互助边界与模式。这种渐进的方式，阻力小，容错率高，更容易成功。第四，善用工具，拥抱支持。许多我们身边现有的工具和平台，对于实现互助养老都很有帮助。例如，智能手机的群聊功能可以建一个互助群，用于日常联系和信息分享。简单的记账软件可以用来透明化管理公共开支。市面上也有越来越成熟的面向长者的健康监测设备和紧急呼叫装置。同时，不要羞于向专业力量寻求支持，比如咨询律师帮助拟定一份简单的互助协议，厘清权利与义务。邀请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医生或护士作为顾问，提供健康指导。我们可以把这些工具和支持系统看作搭建新生活模式的脚手架，它们能让整个过程更稳固、更安心。说了这么多，您可能发现了一个关键：养老的质量并非仅仅由金钱和身体决定，更深层的是由社会连接、生活自主感和生命意义感所支撑。传统的焦虑就像只盯着海上的风浪，而自主共生的理念则是去打造一艘更坚固的船，并找到同行的舰队。他把养老从一道关于如何被安置的难题，转变为一个关于如何继续精彩生活的创造项目。好，我们总结一下这次分享的核心。通过王先生等3位长辈的实践，我们看到一种不依赖子女、不困于机构、低成本高生命质量的养老新模式是可行的。它的核心在于以共居或近居为基础，以技能互换和时间银行为纽带，以智慧科技为辅助，深度融入在地社区，从而构建一个既有私人空间又有公共支持，既能获得帮助又能贡献价值的晚年生活系统。最后，希望今天的分享能为您打开一扇新的窗户。您的晚年生活不是一场需要默默忍受的冬日，完全可以是一段自主耕耘、收获丰盛的秋日时光。当你下一次和父母通电话，或者和老朋友聚会时，或许可以不再只是感慨年华老去，而是可以一起探讨，我们将来是不是也可以试试这样过。别小看这些对话和微小的尝试，长久坚持下来，原本对老年的担忧和疏离必将渐渐消散，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充满连结、
自主与活力的未来图景。到那时，您不仅能远离无助与孤独的阴影，还将收获一个更从容、更有温度的黄金年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觉得本期内容对您有切实的启发和帮助，请不要吝惜您的点赞支持，并请将它分享给您关心和爱护的长辈与朋友们。如果您想继续获得更多像这样经过实践检验的、实用的、能真正照亮未来生活的安心建议，请您一定订阅我们的岁月安心站频道。我是陈金城，我们下期再见。